只因钟家在会议上说了一句反对的话，爷爷便安排我进入汉东省当公安厅副厅长。省长是我爷爷的门生赵瑞龙，祁同伟变成我的小舔狗。我来汉东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别让钟家的人站稳脚跟。先从侯亮平开始，再收拾田国富，让沙瑞金孤掌难鸣。我要让他们全部变成我的垫脚石。爷爷，您找我？小程呐，你今年再过几个月就30了，对自己接下来的路有什么想法没？萧成闻言神情一肃，他知道自己这位久居高位的爷爷从来不会无的放矢。爷爷，您是希望我对现在的仕途道路做出一些改变吗？你将来是要接过我和你父亲的班，扛起我萧家大梁的，不能总待着在这京都，你得经历一些事情的。您是希望我去地方任职历练一下？你接下来的路不能没有地方任职的经历。您希望我去哪里？汉东吧，那里的刘省长是我的门人。要是别人说出来省长是自己的门人，或许是喝酒的时候多吃了几粒花生米，但萧成知道自己爷爷说的是真的，毕竟自己爷爷没退休前可是入了阁的存在，如今退下来那政治能量依旧惊人。爷爷，那里不是钟家和那个新来京都的赵立春正在斗法吗？我去会不会不合适？钟家最近仗得厉害，已经有些没把老同志放在眼里了。萧成顿时就明白了，钟家跟萧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是父亲那边吗？在你父亲的任职讨论的会议上，钟家那位投了反对票。那父亲的那个职位，我联络了一些老朋友，还是上去了。原来如此，自家老爷子原先可是军队出身，这口气能忍下才怪。赵家的那个也是挺机灵的，他来拜访您了。是啊，闻着味就来了。那您的意思是，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合作，但盟友嘛，他还不够格，而且他做干部不怎么过硬，长久不了。小刘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没什么意见的话，1个星期后就能过去了。您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别让钟家的人在汉东站稳脚跟。钟家的人是那位刚上任汉东省委书记的沙瑞金吗？好的，爷爷，那妙龄他也跟你去汉东吧，你们小两口分开1天都得受不了是吧？嘿嘿，爷爷瞧您说的，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受不了的，留一个人在家里孝敬您也是可以的。真的？那我就真把妙龄那丫头留下来使唤了。爷爷，您就别打趣我了，就当我没说。妙龄，爷爷希望我去地方历练一下，顺便代表家里做点事。去哪里啊？汉东省，你愿意跟我过去吗？说的好像你舍得我一个人留在京都似的。那我就让爷爷正式安排了。好了，萧处长，现在工作的事聊完了吧？能吃饭了吧？是，李主任。萧成今年30，是部级单位的一名处长。妙龄只比萧成小几个月，是第一医院的一个科室的副主任，故而有了彼此这么个调侃的称谓。爷爷，您放心吧，您说您就这也要搞得这么郑重，我们又不是以后就不回京都了，今年过年我们还要回来的呢。你个混账小子，怎么嫌我唠叨了？不敢不敢。爷爷您放心吧，我和萧成到那以后，平时一有时间就会给您打电话报平安唠家常的。你看看，还是人家妙龄懂事。那是，也不看谁的眼光这么好。此时赵瑞龙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萧成的到来，虽然不知道是几点的航班，但是确定是今天，目的就是为了加点印象分。是萧处长和李主任吧？你是？李妙龄对于突然出现在面前给他们打招呼的赵瑞龙没什么印象，不记得自己和萧成在汉东有什么朋友。你是赵瑞龙赵公子吧？萧处长，您认识我？见过你的照片。萧成没有说谎，他来汉东省之前，大大小小的关键人物都要提前了解一下，他这次可是有备而来。什么赵公子？萧处长，您可千万别折杀我了。赵瑞龙可不敢在萧然面前称公子，刚才称呼萧然的是职务，这点眼力劲儿他还是有的，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萧处长，我帮您提行李吧。不用这么客气，赵总，我没多少东西，我们自己来就好。请问是京都来的萧处长吗？我是。你是？您好，我是刘省长的秘书陈波，您可以叫我小陈。刘省长叫我来接您，他在外面等您。不是吧？刘省长亲自来接？那就麻烦陈处长带路了，别让刘省长等久了。省长好，我是刚从京都调过来的萧成，你叫我小成就行。非常荣幸见到您。刘省长好，我是萧成的妻子李妙龄，我也很荣幸见到您。好，不用这么客气，萧成啊，咱们之间用不着这样，我是你爷爷的老部下了，不用搞这套。刘省长对萧成是越看越满意，年轻有分寸。这样吧，老领导那一辈我是当不起的，我比你父亲大了个7、8岁，也算一辈人，你和妙龄就叫我刘叔好了。
刘叔，领导，安置好了。刘叔，这次您怎么还亲自来接我们啊？这要让我爹和爷爷知道了，回去肯定要骂我们不懂事了。还让您这个长辈专门来接我们这些个晚辈。是呀，是呀，刘叔，您作为长辈，怎么还亲自来接我们这些晚辈呢？这实在是太折杀我们了。没事，老首长他对你们可是宝贝的紧啊，在你们刚登基的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你们出发了，这个点会到。我一看老领导都这么宝贝的独孙和孙媳妇，这我不得亲自过来看着点吗？这万一你们要是有点什么的，我怎么和老领导交代不是？作为汉东省2号人物，刘省长住在省委大院中的2号别院，旁边就挨着沙瑞金的1号和高玉良的3号别院。我去帮忙做饭，刘叔，你们谈。刘省长见只剩自己2人，便把萧成招呼到书房，正式开启了谈话。萧成呀，老领导有什么指示？萧成当然知道刘省长指的是什么，大致风向爷爷肯定告诉了刘省长，而自己要回答的就是电话里不方便详谈的具体计划了。老爷子的指示就一个，让钟家在汉东立不起来，把他泼进来的水再重新泼出去。看来钟家这次是真的把老领导得罪死了，这话的意思明显就是要把钟家女婿汉东的布局打乱。说说你的看法吧，毕竟接下来你就要上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了。刘叔，我认为咱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折断钟家配给沙瑞金在汉东做事的茧。那位反贪局局长吗？这位反贪局局长不仅是沙瑞金在汉东的茧，他还是钟家的女婿，拿他的脑袋记气正好。刘省长对于侯亮平钟家女婿的身份自然也是知晓的，要不然不可能任由侯亮平在汉东这么折腾。接下来就是收拾田国富了，所以他必须解决，而解决了他，沙瑞金在常委会上就孤掌难鸣了。好，老领导真是培养了一个好孙子呀。萧成，你看问题很透彻呀，一针见血啊。听到刘省长对自己的夸奖，萧成并未飘，因为他知道论起政治斗争，眼前的这位老省长才是真正的老手。刘叔，要说政治斗争，我可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在您面前我还有的学。爷爷在我来之前也是让我多向您请教，跟在您身边多看多学。哪里，比起培养干部，我怎么能比得过老领导？老领导把你培养得很好了。刘省长嘴上是这么说，但脸上却是写满了满意。老领导对赵家的态度让我心里有底了。之后我会让省委组织部部长老吴对你进行考察，并拟定推荐，放在省委会上表决。不过沙瑞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你等下得去见见高玉良，相信他也在等你。好的，刘叔，这位省委组织部的吴部长，他是您这边的吗？对，老吴是站我这边的。谈话结束以后，萧成知道自己这边和高玉良的汉大帮的第一次合作要开始了。喂，是玉良书记吗？上集说到，萧成来到汉东省，刘省长亲自接机，并把萧成带到了省委大院。喂，是玉良书记吗？刘省长，是我，有什么指示吗？对你这个省委副书记，我可没什么指示的。不过我这边有个人待会会去拜访你。电话那头的高玉良一听，就猜出了刘省长口中的有个人是谁。好的，刘省长，我会招待好这位的。好了，高玉良书记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们可以过去了。暂别刘省长后，夫妻俩就走出了2号别院，很快就来到了3号别院。是萧处长夫妻俩吧？快请进，我家老高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吴老师你好，我是萧成，这是我的妻子李妙玲，你叫我们小萧和小李就行。那怎么行？这样吧，我就叫你们萧成和妙玲吧，你们看可以吗？可以，就这么叫我们就行。是萧成同志和妙玲同志吧？是的，高书记，我是京都过来的萧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我将在您负责的政法系统内工作。这位是我的妻子李妙玲。高书记您好，我是李妙玲，接下来也会在汉东的省人民医院工作。好，你们都是京都过来的干部，刚到汉东，如果有什么不适应的，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这个省委副书记有义务帮助你们适应汉东的工作环境。吴老师，你去帮他们夫妻俩上杯茶。李妙玲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合，于是主动提出去打下手。玉良，我去看看。童伟、瑞龙，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吴老师，让他们进来吧。肖处长、李主任，没想到这么巧，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祁同伟看到赵瑞龙这讨好的态度，立马就明白过来了，这应该就是萧家来汉东的那位。萧成同志、童伟还有瑞龙，咱们去书房聊聊吧。吴老师，你就在这里跟妙玲同志熟络吧。萧成同志，你这次来是上任汉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吧？是的，高书记，但是还需要省委会议的通过。那你觉得沙瑞金书记会同意吗？高书记，省委又不是沙瑞金书记一个人的省委，刘省长他对我就很认可。如果接下来再加上您的支持，那么这汉东的民主气氛不就起来了吗？老师，我觉得肖处长说的对，这民主好呀，这民主的搞呀。跟你说了多少遍，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好的，高书记。
汉东还是得有民主的样子的，不能成了某个人的一言堂。高玉良这话说完，就说明汉大帮与萧城一方正式展开合作了。萧城同志，在常委会上通过你的决定后，就意味着这场政治斗争正式拉开帷幕了。接下来你是什么想法？萧城将之前回答刘省长的话又在高玉良三人面前复述了一遍。听到萧城要准备拿侯亮斌的脑袋祭旗时，我觉得这很好，一个钟家的女婿而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人家亲儿子呢，牛逼个什么劲！再说了，汉东不允许有这样牛逼的人存在。我的这位小师弟来汉东后，可没怎么对我们手软过。咱们说到底就不是一路人，既然不是一路人，那该收拾就得收拾，毕竟这是政治斗争嘛。几个人把接下来的一系列计划和应对措施商量完毕后，萧城夫妻两个准备离开。沙瑞金看着刚从3号别院出来的萧城，又走进了2号别院，瞬间感觉有点头大。沙书记，京都来的那位，先是在刘省长家中待到午饭过后，然后又去了高玉良书记那里，一直待到了现在才离开。你说这钟家没事去得罪萧家干什么？现在这局面这种话是我一个当秘书的能听的吗？白秘书，给大康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有事情找他。是，沙书记。如今沙瑞金能做的就是拉拢李大康了，毕竟这位之前可是已经开始向自己靠拢了。怎么了，小爱，是不是想我了？别贫嘴，我这次打电话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听到钟小爱那严肃的语气，侯亮明顿时也没有了嬉皮笑脸。小爱，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严肃？亮平，萧家的人到你们汉东了。萧家到汉东，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怎么没听明白？电话里一些事不方便细说，但你记住，萧家现在跟我们钟家不对付，这次到你们汉东来，是来者不善呀。小爱，你的意思是说萧家现在和我们钟家不对付，这萧家的人来汉东是来对付我们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没错，亮平，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让你多加小心，这汉东的政治格局可能要发生改变了，到时候恐怕局面会有些失控。这么严重？侯亮平有些不可置信，钟家的能量他是知道的，沙瑞金和田国富都是钟家安排过来的人。你自己要多加小心，不行的话，我让父亲把你重新调回京都。此时侯亮平有点急了。小爱，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出来做事的机会，如果现在我就这样回去，你家里人就更加不会接受我了。你知道我的想法的，我想证明自己。电话那边的钟小爱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家族对侯亮平不冷不热的态度，反倒激起侯亮平所谓的面子。对了，沙书记那边知道这件事了吗？父亲已经亲自打过电话给他了，相信他已经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了。两个人挂断电话以后，此时的李达康也来到了沙瑞金的住处。达康书记，你来了。白处长，是出什么事了吗？我听你在电话里面的语气挺急的。达康书记，这具体我也不知道，不过沙书记的心情不是很好。白秘书作为一个合格的秘书，自然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多嘴的，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漏风的。白处长，多谢了。没什么，达康书记，咱们快进去吧，沙书记还在里面等您呢。沙书记，是出什么事了吗？达康同志呀，汉东的政局恐怕要发生一场大震荡了。李达康闻言一脸惊讶。沙书记，怎么个情况啊？达康同志，今天省委大院来了位年轻人，你知道吗？啊，年轻人？沙书记，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今天在下面视察，没在省委大院。刚才接到白秘书打给我的电话时，我也才刚回来。李达康的这番话要是放在平时，那沙瑞金肯定要对他这工作态度表示一番，开口夸奖一下他的达康同志。但现在沙瑞金是真没这个心思了。达康同志，京都那边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到了汉东的局势。现在刘省长可能已经和高玉良开始合作了。刘省长，沙书记，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位来省委大院的年轻人吗？是的，达康同志，这位年轻人是京都萧家的人，来汉东就是过来和我们斗法的。沙书记，这萧家是何方神圣？钟家那边牵制不了吗？听到李达康担忧的语气，沙瑞金明白必须要给这个刚靠拢过来的盟友打一针强心剂了。达康同志，这个你放心，萧家虽强，但钟家也不是吃素的。钟家刚才打电话过来了，只要我们稳住局面，京都那边不会出现一锤定音的事情。而看着陷入沉思的李达康，沙瑞金明白这思想工作还得继续做。达康同志，这萧家跟赵家是一伙的，不然这刘省长怎么会突然和高玉良合作？刘省长的政治资源可是萧家。李达康和沙瑞金的这场谈话一直谈到很晚才结束。沙瑞金看着离开的李达康，心中还是多少安稳了一些。上期说到萧城和高玉良达成合作，沙瑞金觉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于是把李达康收入自己的麾下。你好，这里是省委沙书记住处。
沙瑞金看到白秘书十分恭敬地跟电话那边说了几句。沙书记，是刘省长。刘省长你好，是有什么事情吗？沙书记，京都那边的调令通知你接到了吧？你看咱们省委什么时候开会谈论一下这位京都过来的萧成同志的任命？可以，就3天后吧。好的，沙书记，我没什么事了，你先忙。挂断电话后，沙瑞金有些无奈，但是又没有办法阻止。转眼间3天过去了，省委会议室内，省委常委正在陆续进场。同志们，今天召开省委会议是为了表决一位同志的任命。这位同志叫萧成，是京都那边调过来的，准备拟任我省公安厅副厅长一职。当然，如果大家有其他事情需要讨论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商讨一下。刘省长，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沙书记，我没什么要补充的，接下来就开始商讨萧成同志的任命吧。沙瑞金此时转头看向组织部长吴春林。吴部长，你作为组织部长，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萧成同志吧。萧成同志，拟任我省公安厅副厅长。组织部长吴春林按照惯例介绍了萧成的简历，接下来就看在座的各位斗法了。刚才吴春林介绍完了萧成同志的简历，同志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吧。率先响应的是纪委书记田国富，只见他一本正经地说道：从这位萧成同志的简历上来看，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同志，但这年龄上会不会太年轻了？国富同志，你这思想觉悟就不高了。国家3令5申的强调要推动干部年轻化。再说了，萧成同志之前是在公安部这个最高公安机关工作，有着丰富的业务经验。现在你任我省的公安厅副厅长，完全是专业对口了吗？作为主管政法系统的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的发言绝对比一个门外汉纪委书记的发言更具权威。一时间，田国富被对得无话可说。小样，你也就是打顺风仗的时候能够狗仗人势罢了，现在攻守之势一眼，我还用惯着你？沙瑞金看到自己的头号马仔吃瘪，于是他看向了刚收下的2号大将李达康。玉良书记，别扣帽子嘛！田书记提出的年龄问题也是干部考察的一个关键要素嘛，提出来讨论一下也无可厚非。再说了，田书记也没直接定性，不是吗？高玉良看着眼前的老对手，心中有一股复杂的情绪升起。刘省长看着高玉良即将陷入田李2人的围攻，也看向了自己战队成员组织部长吴春林。达康书记，对于你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田书记刚才提到关于萧成同志的年龄问题，只是一个田书记认为的小瑕疵，不足以定性成为萧成同志不能胜任这份职位的理由？看到组织部长吴春林将自己话中的漏洞无限放大，李达康当即反驳道：吴部长，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位萧成同志的年龄问题能不能成为衡量他这份任命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我们这不是正在讨论吗？具体的情况还要参照大家的意见。达康书记，那你觉得在萧成同志的任命上，我们是否应该参考国家提倡的干部年轻化提议？面对李达康避重就轻的说法，吴春林并未理会，而是选择直击要害。一时之间，李达康就直接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呀，达康同志，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在萧成同志的任命上跟国家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沙瑞金见局势发展成这个样子，他的脸色出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难看。好了，春林同志、玉良同志，不要把问题上升到这么高的程度嘛！你看看，把大家搞得一时间都拘束了起来，发表意见时都有些瞻前顾后了。你们说的也没错，但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汉东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看到自家沙家帮老大沙瑞金亲自下场，此时正陷入窘境的田国富和李达康不由得士气一振。沙书记，您这句话很深刻呀。是啊，沙书记，我们的同志对待问题时，就是要做到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时间，田李二人好似找到了主心骨般，直接开始为沙瑞金摇旗呐喊。沙书记说的对，那么玉良同志，你作为主管政法系统的政法委书记，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看看我们汉东的政法系统需不需要吸收像萧成同志这样的新鲜血液？我们汉东政法系统虽然比之前有所提升，但是任重而道远。面对这一情况，我本来就准备向省委提议加大干部年轻化的工作力度。所以，沙书记，这不赶巧了吗？今天正好赶上萧成同志的任命了。我也正好趁着这股东风，将我早已酝酿许久的想法提出来，给省委一个这样的建议。高玉良的这番话一出，以沙瑞金为首的沙家帮顿时再遭重击。春林同志，你是组织部部长，主管干部的人事任免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你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沙书记、玉良书记刚才提到的中上层干部年轻化力度不够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尤为突出。说实话，今天就是玉良书记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也准备把它提出来了。沙瑞金见辩不过对方，无奈只能避战，于是给自己头号马仔田国富使了个眼神。沙书记，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应该慎重考虑萧成同志的这份任命。
既然大家出现了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萧城同志的这份任命吧。沙瑞金口中的民主方式，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就是进入投票表决环节。刘省长，你看怎么样？我们进入投票表决环节。沙书记，没问题。同志们，那么就让我们举手表决一下萧城同志拟任我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这份任命吧。那么，赞同这份任命的同志请举手。话音一落，刘省长一马当先，率先举手支持。高玉良、吴传礼也紧跟着投出了赞成票。11个人加上副省长张文，他们也就4个人，而我们5个人稳了，这次稳了。沙瑞金觉得自己稳操胜券时，统战部长和军区政委也举起赞成票。沙瑞金顿时有些傻眼。这之前一直保持中立的2位常委，怎么会站得到刘省长那边？等等，不对，萧家那位。沙书记，接下来请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举一下手吧。本来就是刘省长不开这个口，沙瑞金也会这么做。刘省长，这是应该的。那么保留意见，不同意这项任命的同志举一下手吧。沙家帮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投下了5张反对票，最后这场常委会以6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萧城就任汉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正式任命。上期说到，省委常委召开会议，虽然经过层层阻挠，但是还是通过了萧城的任命，最后以刘省长为首的队伍胜利结束。当天晚上，萧城夫妻2人又一次来到刘省长家蹭饭，毕竟这结果出来，总该是硬过了一趟。萧城呀，现在你的任命通过了，你的任命已经进入公示期了，等公示期过去，组织部就会派人过来找你进行任前谈话，大概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你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多亏了刘书宁，不然这份任命怕是下不来。这还是多亏了老首长呀，不然在沙瑞金拉拢了李达康和宣传部长秦鹤的情况下，我和高玉良联手也压制不了沙瑞金呀。在刘省长之前半退，赵家自身难保，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沙瑞金很快就收编了赵家原先的大部分势力，这其中就包括宣传部长秦鹤和李达康的秘书帮。这主要还是靠您这个领头羊呀，不然整个汉东让谁对上一把手，谁不犯怵呀？老领导失手了，没能拦住萧家的人。意料之中的事，毕竟萧家既然出手，就是已经有了充足的准备。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你有指示吗？现在的汉东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你的掌控，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先稳住自己的基本盘，然后想办法扭转这个局面。在常委会上你多做点工作吧，一定要重新掌握住常委会，只有重新掌控了常委会，才能让萧家在汉东的动作。好的，老领导，我会按照你的指示稳住的。道理沙瑞金又何尝不懂，但是难啊，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来汉东干什么，为什么来汉东，怎么来的汉东。钟家可是自己的东家，他可不敢分不清大小王。瑞金呀，我知道现在你的压力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咱们就越是要稳住。只要我们2个人，一个在京都稳住了，一个在汉东也稳住了，那么萧家再怎么搞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瑞金呀，现在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稳住。沙瑞金见老领导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不能再说什么。老领导，您放心，我在汉东这边一定稳住，绝对不给您拖后腿。沙瑞金坐在沙发上，想起今天常委会上发生的事，这绝对是自己在汉东遭受的一个奇耻大辱。5天后，萧城接到省委组织部的通知，到省委组织部进行了任前谈话。萧城同志，你对于省公安厅副厅长这个职位有信心吗？吴春林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心中感慨不已。虽然对这位萧家第3代传人重视，但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吴部长，对于这份任命，我有着充分的信心，能够对得起组织对我的信任，并且胜任这份工作。2人又按照程序谈了几句。当这任前谈话结束后，就进入了走马上任的程序。萧城同志来了，走吧，我亲自送你去上任。萧城微微一愣，不过他很快明白过来，吴春林这是要为他撑场子。那就谢谢吴部长了。此时系统委带着公安厅班子的主要成员在门口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以前来他们省公安厅正式上任的萧城同志。刚刚接到通知，送我们这位新成员上任的是省委组织部的吴部长。吴部长好。大家好。齐厅长，我这次可是给你们省公安厅送了位青年才俊过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萧城同志。萧城呀，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以后的顶头上司齐同伟齐厅长。
尽管萧成和祁同伟之前已经见过面认识了，不过现在是工作时间，所以还是要公事公办。厅长你好，我是萧成，以后就在您的领导下做事了。祁同伟不敢托大，一脸客气地说道：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汉东的治安工作做贡献吗？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省公安厅的主要成员。这位是分管交通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的副厅长王龙，这位是分管咱们省公安厅队伍建设和法制工作的柳岩柳副厅长，这位是分管网络安全和警务保障的钱文龙钱副厅长。当祁同伟介绍完这些副厅长后，萧成就大概知道把最具有权力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留给自己了。这位是我们省厅的政治部主任罗森罗主任，这位是我们省厅的纪委书记何安亮何书记。萧成原公安部现任命为我汉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在众人的鼓掌声中，萧成正式就任汉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接下来就是萧成的就职讲话。吴部长、祁厅长，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情站在这里，正式就任汉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我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好了，祁厅长，你们不用管我了，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就带着萧成同志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吧。好的，吴部长。好了，现在吴部长走了，我们就开个内部会议商讨一下关于萧厅长的分工吧。现在萧厅长的到来，让我们汉东省的公安队伍迎来一次壮大。首先，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萧厅长加入我们汉东的公安大家庭。既然萧厅长已经正式上任，那么咱们今天就明确一下萧厅长的工作范围吧。萧厅长，你觉得怎么样？祁厅长，我没什么意见，能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对我而言最好不过了。那么就让萧厅长负责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这2个方面的工作吧。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对此众人当然没什么意见，毕竟该被协调的都已经被协调了，今天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谁当真了，那么就是这思想觉悟颇高了。散会后，祁同伟向萧成走了过来。萧厅长，你的办公室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省厅的办公室副主任程度同志带您过去熟悉一下吧。祁同伟招了招手，在会议室门口等待多时的程度立马小跑过来。祁厅长，萧厅长。萧厅长，这位就是程度同志，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他就是了。程度同志是自己同志。自己同志落入萧成耳中，萧成顿时明了，这是祁同伟的心腹，强调自己同志这4个字就是在告诉萧成这是自己人。程主任你好，那么接下来就麻烦你了。上级说道。萧成任命下来以后，吴传林亲自送萧成上任，祁同伟热心为他介绍公安厅班子成员，并让他负责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这最具有权力的职位。程主任你好，那么接下来就麻烦你了。萧厅长，我是程度，很高兴为您服务。程主任，那么接下来帮助萧厅长尽快熟悉环境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落实到位。那萧厅长，您先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咱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好好聊一聊，熟悉熟悉。好的，祁厅长，您先去忙吧，咱们中午再聊。萧厅长，俺们公安厅办公大楼分为领导办公室、职能部门办公室、业务部门办公室、指挥中心、会议室、档案室、接待区、后勤保障区以及休息区等几个办公区域。一路上，程度给萧成详细的介绍了各个办公区域的组成。萧厅长，您的办公室我已经让人给布置好了，只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布局，您看一下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我马上让人给您更改。走进办公室，看到里面的布局，萧成能感觉到程度在这方面没少用心。程主任，我没什么要更改的地方，我看得出来这个办公室的布置你费了很大的心，今天一个上午的熟悉工作，你也辛苦了。程度听到这话高兴不已，作为同时与赵瑞龙和祁同伟有深度绑定关系的他，早已知晓了眼前这位年轻副厅长的身份背景。萧厅长，您过奖了，我作为省厅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些都是我的职责所在。躺在椅子上，无聊的萧成拿着私人手机在通讯录里面找到了备注为爷爷的电话号码，拨了出去。喂，萧成呀，怎么样？今天上任的时候顺利吗？爷爷，一切顺利。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是汉大帮的人，现在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所以相处的挺愉快的。顺利就好，接下来的事由你自己做主怎么做吧。需要什么配合，或者有什么拿不定的主意，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不过也不用太急，等你先熟悉了那边的政治环境，再开始动作吧。好的，爷爷。对了，爷爷，前几天的常委会上，你是想说那2位常委吧？是我，你爷爷在部队还是有些影响力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爷孙俩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对了，妙龄在你身边嘛，让他也跟老头子我唠几句。
妙龄他现在已经在汉东人民医院上班了，我现在也是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给您打的电话。萧成的话刚说完，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老者用略带训斥的语气说道：“所以你是说你现在在第一天上班的办公室里给我打电话？”此话一出，之前对于电话那边片刻沉默不明所以的萧成顿时就反应了过来。爷爷，对不起，是我毛躁了，犯了这种低级错误。萧成说完，电话那边再次传来严肃的话语：“看来这次让你去汉东是正确的，萧成，你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防人之心。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任何时候谨慎一点都有必要。”爷爷，我记住了。你在汉东多学多看吧，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好的，爷爷，我知道了。见萧成认错态度良好，电话那边的萧老爷子也开始适当的缓和了语气。没事的时候多打几个电话回来，放假了也常回家看看。好的，爷爷，我会的。您也要多注意身体。那就到这里吧。好，爷爷再见。我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肖厅长来这边，厅长和其他厅领导都是在这边就餐。省厅的食堂分为2个区域，一个是机关干部，也就是厅里的领导们的就餐区，另一个区域就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就餐区。肖厅长，你看我也没问你的口味，不然你的饭我就帮你打了，这样你来就有的吃了。齐厅长，你太客气了，这完全没必要。再说了，我看了一下，咱们厅里的伙食很丰富，各种菜式种类看得我眼花缭乱，搞得我自己现在都没想好吃什么。是啊，咱们省厅的伙食绝对是没得说，这也多亏了保障后勤的同志们呀。齐厅长，我先去打饭，你旁边给我留个座，咱们等下边吃边聊。没问题，我帮你站着做呢。肖厅长，您之前说的事情，赵总那边有点眉目了。萧成有些意外，这么快就有些眉头了，这办事效率这么高，这事情吧，自然就是监督侯亮斌同志有没有犯错误这个事情了。这位赵总的效率挺高的，这么快就有进展了。肖厅长，这事也由不得他不上心，毕竟事情很严峻呀。徐同伟的话就是在告诉萧成，侯亮斌的威胁对于赵家而言比他想象的要大。萧成自然也听出了这弦外之音。看来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呀。严峻是严峻，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嘛，毕竟您一来，咱们也就时来运转了。这是哪里的话？明明是这位赵总最近修身养性，换来的否极泰来吗？吃完饭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2句，有说有笑的来到了萧成办公室门口。肖厅长，今天下班在一起吃个饭怎么样？萧成知道徐同伟口中的吃饭是什么意思，刚才在食堂2人也只是简单的通了个气，具体情况还是要找时间大家找个方便的地方进行详谈。齐厅长，这个今天可能不行，我今天还要搬家呢，毕竟老住在省招待所也不是个事。这样，明天晚上你看行吗？可以，肖厅长，这搬家才是要紧事，这个饭也不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可以。徐同伟没什么意见，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赵瑞龙安排的以商打侯亮斌的事情为借口组的饭局，真正的目的正如萧成所想，是为了拉近两边的关系。报告，请进。肖厅长，我为您准备了几位秘书人选，这是他们的资料，您看看中意谁，我让他今天就过来向您报道。还有，这是厅里为您配备的专车，这是司机的资料，您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有，我再帮您换一个司机人选。萧成这个级别秘书和司机那都是需要配备的，毕竟这级别摆在这。上级说道，萧成只因在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便遭到爷爷一番教导。祁同伟透露风声，已经抓住侯亮平犯错的把柄，准备伺机而动。这是厅里为您配备的专车，这是司机的资料，您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有，我再帮您换一个司机人选。萧成接过文件，仔细的看了起来。司机和秘书还是需要仔细考虑一下的，先看看省厅配给自己司机的档案吧。在萧成看资料的时间，程度也十分耐心的等待，并且站姿十分端正。程主任，辛苦你了。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肖厅长。司机的人选我没什么意见，不过这秘书人选的话，我还需要仔细考虑考虑。好的，没问题，肖厅长您慢慢看，敲定完了通知我就行，我来安排。要不要他们来个叫过来，让您见一面，考察一下？可以，程主任，你这个提议很不错。肖厅长，那我这就下去安排。不过也不用太急。萧成话是这么说，但闻言后的程度却对此高度重视。最终，萧成在几位人选中挑中了一个刚出来工作几年的年轻人，叫周锡林。周锡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做我的秘书呀？领导，我愿意，您做我小组就行。
那你就先去找程主任吧，他会教你怎么对接工作的。好的，领导。周希林把门带上，离开了肖成的办公室，走向副主任程度的办公室。请进。程主任，肖厅长找我谈完话了，他让我过来，说您会找我对接一下工作。程度闻言顿时就明白了，周希林这秘书身份这是正式定了下来，所以他的态度十分热情。来，小周呀，你坐，别光站着。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周希林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小周呀，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是工作的第3年对吧？是的，程主任。小周呀，你这可是撞上了泼天的富贵了。说实话，要不是我是办公室副主任，肖厅长当秘书不合适，不然我都要争取一下这个位置了。程度这话并不是夸张，他还真有过这想法，但是他这一番话让初出茅庐的周希林一时间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小周，你现在既然得到了这个服务肖厅长的机会，那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你之后的仕途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可能就取决于这一次了。其他的我也不方便跟你说，但你仔细想一想，咱们汉东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一位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各种滋味，你自己好好体会。周希林知道肖成是个大人物，但具体有多大，他还没有一个概念。现在经程度这么一指点，他就知道了这个大超乎了他的想象。程主任，多谢您的指点，经您这么一指点，我心里顿时通透多了。对于周希林这一番懂事的发言，程度对此十分满意。小周，你等一下就回去把个人物品清理一下，然后我会让人把你的工作交接了。交接完之后，你就直接搬到肖厅长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小型办公室吧。好的，程主任。程度又耐着性子，手把手的教周希林一些服务于领导的细节工作。小周呀，你赶紧去熟悉一下工作，争取能早点服务领导。对了，要是遇见了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好的，程主任。走出程度的办公室，周希林感觉变了，一切都变了。边走边回味着，周希林很快就来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希林呀，这肖厅长在挨个召见你们之后，又单独把你叫去了办公室一趟，这是不是肖厅长已经同意了你做他的秘书啊？是啊，希林，你快说说，你是不是被选上了？对，希林，你是不是真成了？一时间，这些同事们都直接凑了过来。周希林被他们的关心搞得有点晕头转向之时，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都围着干什么？吵吵嚷嚷的！许科长，都散了吧！瞎打听什么？该你们知道的时候，组织会下通知，让你们知道的。”还没等他们完全走开，许科长的一句话直接帮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希林呀，程主任已经跟我吩咐了，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就交给小张吧，你就专心服务肖厅长吧。这效率直接震惊了周希林，自己才刚到原来的岗位，这东西还没收拾好呢，这就直接安排好了。肖厅长刚来咱们省厅，事情肯定很多，你早点到位，肖厅长也能轻松一点。希林呀，你是咱们科里出去的，我作为科长为你感到骄傲啊。科长，这是哪里的话？严重了。再说了，我在咱们科工作的这3年里，真是多亏了您的照顾。许科长，您有什么吩咐？小张，希林的工作有调动，他原来的工作暂时就由你来兼任吧。以为领导叫自己过来，是领导要给自己表现的好机会。我拿领导当父母，领导拿我当牛马。哼，怎么，你对我的安排有什么意见吗？糟了，现在自己这不懂事的表现，直接让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坏了。哪里，科长我没什么意见，刚才就是听到希林同志工作有变动，有些愣神。没有最好，现在你跟希林同志对接一下工作吧，别耽误了希林同志接下来的工作。好，科长您放心。那希林同志，你先忙，我先走了。好的，科长再见。周秘书，走，我帮您收拾收拾吧。按理说他应该记恨周希林才对，毕竟他能成为牛马干2份活还是因为周希林。但作为体制内的人，他还是有点眼力见的，任谁都知道现在的周希林今非昔比了，他可不敢记恨人家。报告，进来。这么快，你那边交接好了？是的，厅长，我那边已经交接好了，现在可以正式上岗为您服务。周希林这态度让肖成很满意。感觉怎么样？周希林老老实实的将自己刚才的经历与感受向肖成陈述了一遍，主打的就是2个字：真诚。保持平常心，也不要觉得别扭，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在官场上走，迟早都得适应的，一切顺其自然即可。不过接下来你肯定要面对一些诱惑，这个时候你要稳住自己的心态，不要陷进去，要学会爱惜自己的羽毛。是，厅长，您的教导我会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
小周，你通知治安总队和刑侦总队的2位总队长过来一趟。是，厅长。喂，是治安总队的林队长吗？我是肖厅长的秘书周锡林，厅长让您过来一趟。喂，是刑侦总队的马队长吗？我是肖厅长的秘书周锡林，厅长让您过来一趟。周锡林知道肖成把他们喊过来是工作，所以细节的把自己办公室的门打开，时刻注意即将到来的2位总队长。2位总队长，你们来了。是啊，周秘书，知道肖厅长今天可能会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们一早就准备好了，所以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这不，路上就碰上了一起过来的马队，所以就一起过来汇报了。2位总队长稍等一下，我进去跟肖厅长汇报一。上期说到，肖成最终选定周锡林为秘书。是啊，周秘书，知道肖厅长今天可能会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们一早就准备好了，所以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这不，路上就碰上了一起过来的马队，所以就一起过来汇报了。说话的是治安管理总队的总队长林安，而他旁边的是刑侦总队的总队长马奇。2位总队长稍等一下，我进去跟肖厅长汇报一下。好的。厅长，林队长和马队长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候。让他们进来吧。2位队长，厅长让你们进去。林恩和马奇进去之后，认真的向肖成汇报工作。今天叫2位总队长过来，就是为了了解一下情况，顺便见个面，聊几句。肖厅长，有需要请随时吩咐。没什么其他事情，我们就先回去了。周锡林礼貌地送了一下2位总队长，然后就再一次回到了肖成的办公室。小周，等下下班后有安排吗？领导，我没什么事，有的是时间，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和我一起去省招待所把一些私人物品搬到省厅分配的单位房里，顺便购置一些生活用品，加上你来帮忙，这些事情办起来就能快些。原来是班长，领导不是本地的，外地找过来的。来不及多想，周锡林脑袋只是一味的上下点头。没问题，领导，我反正下班闲着也是闲着。肖厅长您好，我是配备给您的司机韩俊，您叫我小韩就好。尽管他的岁数比肖成都大了几岁，但肖成是领导，不过肖成却不是这么想的，他没必要靠这种称呼来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个没必要，我就叫你老韩吧。韩俊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好的，厅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周锡林同志。韩大哥你好，我是厅长秘书，接下来我们就是一起为领导服务的同事了。周秘书你好，很高兴能和你一起为领导服务。厅长，咱们去哪？先去省人民医院。医院？去接我爱人下班，他在省人民医院上班。难怪，我就说嘛，肖厅长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去看病的？李主任，下班了还没走呀？要不要咱们一起走呀？我自己开车过来的，能送你。讲话的是医院另一个科室的主任，算是李妙玲的同事，两人这几天刚交的朋友。刘主任，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丈夫今天会来接我，改天一起走吧。刘主任见状也并未强求，他本来是想和李妙玲拉近一下关系，因为他觉得李妙玲的身份背景肯定不一般。妙玲，我大约还有5分钟就到了，你忙完了吗？忙完了，我现在就下楼。等一下就直接把车开进去。好的，厅长。很快，肖成的专车就来到了医院门口。知情的安保看到肖成专车的车牌号，凭借着多年的执勤经验和见识，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官方车辆。喂，这里是安保亭，刚才有一辆官方车辆驶入了咱们医院，看车牌号应该是某位领导的专车。什么？你是说有领导的专车进了咱们医院？怎么医院这边没接到通知？坏了，不会是领导突击检查吧？医院主栋楼下，一辆官用车停在了楼下，这直接就引起了正陆陆续续下班的众人的注目。怎么样，没让你久等吧？哼，你刚才进医院那个气势挺强的，不过现在一下就原形毕露了。肖成和李妙玲说话之间，一名看起来50多岁的医院领导率先抵达战场。厅长，有人过来了，应该是医院的领导。肖成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他今天特意让韩俊把车开进医院来，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是李妙玲丈夫的身份。您好，后面是我们领导，你有什么事吗？领导，果然还好自己反应够快，立马就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你好，我是我们人民医院的院长张宏伟，请问这位领导是？这是我们省公安厅副厅长肖成肖厅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院长没想明白省公安厅副厅长到他们医院来干什么，但即便是没想明白，
他也知道这尊大佛也不是自己这个医院院长能得罪的。让张院长过来吧。是，厅长。肖厅长、李主任，你们是？其实张院长在看到萧晨和李妙玲的站位后，他就猜到了萧晨和李妙玲的关系。张院长，萧晨是我的丈夫。是的，张院长，我们是夫妻。果然，我就说嘛，萧厅长你和了主任一看就有夫妻相，这不是夫妻是什么？对于张院长的恭维，萧晨也是虚心接受。萧厅长，你也是外地调过来的。作为人民医院的院长，张宏伟肯定知道李妙玲是从京都调过来的，而由此也可以推算出萧晨也是从京都调过来的。是啊，我们夫妻俩都是出来撼东工作。我现在总算是见识到了国家推行干部年轻化的魄力了。这不，我这就遇到了萧厅长你们夫妻俩这样的年轻俊杰了。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还分什么年不年轻、俊不俊杰的。对了，张院长你也别紧张，我可不是来视察工作的。真要视察工作，也是你们卫生系统的省卫生厅的同志来视察，我可不敢越俎代庖。那里，您来也是视察，不分什么系统不系统了，我们省人民医院也是需要配合省公安厅的治安工作了。此时的萧晨注意到有一些人朝这边赶了过来，不用想就知道是其他院领导。不过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张院长，我们还要去搬一下家，就不方便聊了，下次有时间再好好聊聊吧。好的，萧厅长，您的事要紧，您先忙。在其他院领导赶到之前，萧晨的专车就已经发动离开。行了，萧厅长已经走了，要等你们过来接待，这黄花菜早就凉了。萧厅长，省卫生厅什么时候有了位姓萧的厅长？我什么时候说那是省卫生厅的领导了？那是省公安厅的萧成孝副厅长。想到自己这个院长居然是第一个到场的，这几个下属比自己还慢，张宏伟就气不打一处来。刚才那位省公安厅的萧副厅长是我们院了刚来的李妙玲的主任的丈夫，以后都长点眼睛，给我小心伺候着，别给我惹麻烦，知道了吗？其他领导纷纷点头表示回答。与此同时的另一边，之前邀请李妙玲一起下班的刘主任也全程目睹了这一切。我果然没猜错，这李妙玲不简单，看来以后我要更加……上期说到，萧晨高调去接李妙玲下班，其目的是为了在医院为李妙玲扫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妙玲，今天晚上我去应酬，前天祁同伟和赵瑞龙喊我说一些事情。那你今天晚上少喝点酒。放心吧，赵瑞龙还没有这个胆子敢给我灌酒。走，去天心饭庄。好的，厅长。这位赵公子真是顺风顺水惯了，这个时候还是这么高调。天心饭庄是一家高级的饭庄，是专门面向有钱有势的成功人士聚餐组局的地方。很快，萧晨来到天心饭庄门口，下车后，赵瑞龙和祁同伟早已等候多时。祁厅长、赵总，这就太客气了，你们怎么还专门到门口来等了呢？没关系，我们也才刚等一会，不要紧的。一行人边寒暄边走，很快就进入了饭庄。饭桌上，萧晨在和赵瑞龙、祁同伟客套了几句后，就直接开门见山道：“赵总，听祁厅长说你有些眉目了。”萧晨没有明指，但其余两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件事。萧厅长，我目前已经观察到了侯亮平局长好像有犯错误的倾向。赵总，你指的是哪方面？经济方面还是？萧厅长，不是经济方面，是执法方面。萧晨没想到他当初只是随手举的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赵瑞龙还真就往这方面去监督了。萧厅长，公检法不分家，在汉东省检察院那边，我们还是有一些同志的。此时，赵瑞龙也打着配合说道：“据我们所知，我们的这位反贪局局长最近办事有点急功近利，这时候恰好有一位我们的好同志出现在了他的视线范围内，他现在已经着手对这位好同志展开了一系列调查。”赵瑞龙所说的侯亮平最近有点急功近利倒是真的，因为之前萧晨来撼动的连锁反应，后知后觉得侯亮平在老丈人那边感受到了对自己的不重视，所以最近的他非常想证明自己。会不会太顺利了？我们在检察院的同志都是些十分可靠的同志，这个消息确实是经过反复验证的。我的这位学弟最近确实是有些浮躁，我感觉他好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如果说之前他是为伺机而动的猎犬，那么现在的他就像是条疯狗似的，急切的要找人咬。精辟，赵总，你还别说，还真是你说的这种感觉。受了什么刺激吗？是因为自己来撼东了，钟家那边着急了？不太可能呀，好歹也是个政治家族，不至于这么沉不住气，自乱阵脚吧。赵总，既然这样，你这边就更要卖力的监督我们的这位反贪局局长了，一定要在我们这位反贪局局长犯错误之后及时指出。饭局结束后，赵瑞龙和祁同伟将萧晨送上车后，挥手告别。祁厅长，你在省检察院的同志最近一定要盯死侯亮平。刚才这位萧厅长话里的意思，相信你也听出来了。只要侯亮平这边成功犯错，那么就是京都的钟家强行插手干预也救不了他。
萧家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赵总，检察院那边交给我，你那边的诱饵也别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我们现在都快被侯亮平这条钟家的狗给逼入死地了。这个时候能有收拾他解除我们窘境的机会，我是不会出差错的。这样就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稳扎稳打，毕竟现在抛饵钓鱼的是我们。就这样，一场监督反贪局长侯亮平的行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作为当事人的被监督对象侯亮平，侯大局长却浑然不知。侯亮平看着手上这份关于现今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宋朝宇、瑞龙集团董事长赵瑞龙存在利益输送的报告，顿时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请进。陆亦可同志，你又是只敲门不喊报告，你这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侯局长，下次一定。说话间，陆亦可注意到了侯亮平手中的文件，这份文件他一看就知道是关于什么的，因为就是经由他手交给侯亮平这位上司的。侯局长，你不会是真盯上这位市发改委的副主任了吧？我不能盯上他吗？我可没这么说，你是反贪局长，你想盯谁那是你的工作权限。不过我感觉这份匿名举报信的动机，还有这调查进展的顺利，会不会有些蹊跷？这份匿名举报信的动机很容易猜，无非就是那么几种。第一种可能写信者就是跟赵瑞龙或者宋朝宇有些什么恩怨，想通过我们反贪局的手扳倒他们。第二种就是这写信者是宋朝宇和赵瑞龙利益输送间的直接受害者，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第一种。陆亦可对于侯亮平的一番自我理解式发言也产生了认同，并开始被这种思维所影响，毕竟侯亮平的分析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师傅，去机场。看到宋朝宇的异常行为，相关人员立马就将情况汇报给了侯亮平。这位宋副主任已经有畏罪潜逃的征兆了，我看我们是时候开始布控了。陆亦可对此也表示赞同，毕竟宋朝宇现在的状态完全就是惊弓之鸟本鸟。我们是不是先向季昌明检察长请示一下？侯亮平微微点头，确实是要走个程序。局长，目标人物宋朝宇刚刚下班后，没有坐自己的车离开单位，而是一反常态，突然打了个车离开的。不好，宋朝宇要逃。眼看到嘴的肉要飞，侯亮平顿时焦急地问道：往什么方向去了？是不是潜逃？是往机场那边的方向。好，我知道了，你们现在必须给我跟死了宋朝宇坐的那辆出租车，我们马上赶到机场。来不及去请示了，现在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在宋朝宇登机之前对其进行控制。还有，亦可，你现在立刻打电话给机场那边，确认一下宋朝宇是否预定了离开汉东的机票。好的，局长，我这就让人去确认一下。师傅，麻烦快点，我这边赶时间，飞机要晚点了。而对于宋朝宇的催促，司机也并没有什么不耐烦，赶时间嘛，这是人之常情。于是他一脚油门踩上，直接加速。报告侯局长，目标车辆突然加速，应该是察觉到了什么。跟紧，一定要跟紧，我们这边马上就能到达指定位置与你们会合。汉东省检察院的专用车上，侯亮平一脸焦急。一定要赶上呀，建功立业就在此刻了。这么大的动静直接就引得了旁人的纷纷侧目。与此同时，站在汉东权力顶端的那一小撮人也被这动静给惊动了。这侯亮平在干什么？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一出？白秘书从沙瑞金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丝愤怒的情绪，这是对事情超出自己掌控的愤怒，尤其是值此局势紧张的时刻，侯亮平的举动让人完全搞不清头绪。沙书记，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季昌明检察长问一下，他应该知道。打，现在就打，就在这里打，开免提。喂，季检察长吗？我是省委沙书记的秘书。哦，白处长，是您啊？怎么了？是沙书记有什么指示吗？一句怎么了，让沙瑞金的脸色更加黑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让人打这个电话是为了什么。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消息，说你们省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带着5辆警车直奔机场，闹出的动静很大。这是你们省检察院的什么重大行动吗？侯亮平，连沙书记都被惊动了，自己却不知道，不行，绝对不能让沙书记知道自己这个省检察院检察长连这个都不知情。沙瑞金也不是吃素的，从刚才季昌明下意识的疑惑语气中，沙瑞金就已经可以判定季昌明这个检察长是不知情的，于是直接从白秘书的手中拿过电话。季昌明，你到底知不知情？回答我，是还是不是？现在我代表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对你进行依法收押传唤。此时已经被控制起来的宋朝宇演技飙升，一个劲的喊着：我没有，你们弄错了，我是冤枉的。冤枉？那你怎么跑到机场来了？连机票都买好。上级说道。祁同伟和赵瑞龙给侯亮平下饵，侯亮平上演电影大片，惊动沙瑞金。季昌明，你到底知不知情？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听到沙瑞金这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季昌明心中直接凉了半截。沙书记，我侯亮平没和我汇报，我不知情。沙书记，
我检讨。够了，混账东西，连下面的人都管不住。我给你5分钟，不，3分钟。3分钟之后我要知道所有情况。是，沙书记，我这就打电话给侯亮平。完了，自己这是直接被领导打上无能的标签了。这时候的季昌明自己在心里问候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侯亮平无数遍，这已经是第2次了，不打报告，不请示，擅自行动。侯亮平，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一次又在演美国大片吗？接通电话的却不是侯亮平，而是陆亦可。而就在陆亦可应付季昌明的时候，侯亮平也来到了宋朝宇的面前。宋朝宇，你涉嫌与不法商人赵瑞龙之间存在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现在我代表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对你进行依法收押传唤。此时已经被控制起来的宋朝宇眼疾飙升，一个劲地喊着：“我没有，你们弄错了，我是冤枉的。”冤枉？那你怎么跑到机场来了？连机票都买好了？我是临时有事。临时有事，我们向你所在的单位求证了，你并未向单位请过事假，不请事假又要登记离开汉东，这不是畏罪潜逃是什么？我只是没来得及请，刚准备候机的时候请，但我还没来得及向单位申请，就被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控制起来了。哈哈，宋朝宇，你最好搞清楚一点，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是不会对你采取措施的，狡辩没有任何意义，带走。冤枉！侯亮平咧嘴一笑，哪个腐败分子在被逮捕的时候不说自己是冤枉的？随着侯亮平的一声令下，这场抓捕行动宣告正式结束。报告季检察长，行动一切顺利，我们在汉东国际机场成功逮捕了与赵瑞龙存在利用输送的关键人物荆州市市发改委副主任宋朝宇。混账东西，现在知道跟我汇报了，行动之前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当时情况紧急，事急从权。这不是理由，这是原则性问题。季昌明又劈头盖脸地将侯亮平骂了一顿，他甚至都顾不得沙瑞金要求的3分钟实现了。今天怎么回事？季检察长是吃火药了吗？火气这么大？季昌明一顿输出完毕后，也稍微冷静下来了。证据链齐全吗？怎么突然之间就有这么大的突破了？检察长，您放心，证据链齐全，具体情况我回去给您汇报吧。听到汇报，这时的季昌明才想起来，省委那边的沙瑞金书记也还在等自己汇报情况呢。回来再收拾你。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侯亮平这次是立大功了。如果是这样，沙书记那边自己也能交代过去了。喂，沙书记，打住！季检察长，告诉我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沙书记，对不起，我向您检讨，超过3分钟了。电话那边的沙瑞金没有说话，一时间季昌明感觉空气都凝固了。片刻的宁静后，沙瑞金冷哼了一声：“说吧。”沙书记，情况是这样的，侯亮平这次的行动是找到了赵瑞龙那条突破口，所以才采取的紧急行动。季昌明将侯亮平和陆亦可在电话中说的情况原原本本的汇报给了沙瑞金。有把握吗？沙书记，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带着侯亮平过来向您亲自汇报一下，将其中的具体细节向您汇报清楚。季昌明的提议正合沙瑞金的意，因为就算季昌明不提这个意，他自己也要把侯亮平叫过来一趟了。行，你带着侯亮平过来汇报工作。通话结束，季昌明如蒙大赦，紧接着又是一通电话打给了侯亮平。喂，季检察长，我们马上就回来了。侯亮平，等下宋朝宇的收押程序交给陆亦可，你跟我直接去省委跟沙书记亲自汇报一下。沙书记这么快就知道了，自己这才刚立功呢。沙瑞金这个领导这么快就知道了，还怪不好意思了。好的，季检察长。很快，侯亮平就回到了汉东省省检察院，季昌明已经在门口的车上等着。接上侯亮平之后去找沙瑞金汇报。在到省委之前，你先向我仔仔细细的汇报一遍吧。好的，季检察长。很快，侯亮平跟季昌明就赶到了省委大院，准备去1号别院沙瑞金家里。领导，是省检察院的车。知道了，意料之中。玉良，是省检察院那位季检察长的车。此时高玉良的脸是黑的，因为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主管政法系统的政法委书记，从侯亮平行动到现在结束，无论是季昌明还是侯亮平都没有丝毫要向自己这个直属领导汇报的意思。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越级上报。看来那位肖厅长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的这位学生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拿人家当学生，人家也没拿你当老师，哪怕是工作上也没拿你这个直属领导当回事。不用说了，吴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看着在车上下来的季昌明和侯亮平，高玉良觉得自己作为主管政法委的政法委书记也是时候该表示一下了。坏了，喂，高书记，您有什么吩咐吗？来省委大院过来跟我汇报一下关于今天你们省检察院刚刚结束的行动。我想我这个政法委书记有资格听你季大检察长和侯大局长的汇报吧。高玉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完全就是在恶心季昌明。他早就看到季昌明就在省委大院了，而现在还是一副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高书记，我和侯亮平局长刚想过来跟您汇报呢，这不已经进省委大院了吗？我们马上过来。高玉良看破不点破，这个时候适当的敲打一下就可以了。可以，你们过来吧。季昌明闻言松了一口气。季检察长，我们这边是不是先向沙瑞金书记汇报了，完了之后再去跟高书记汇报？毕竟沙书记还在里面等着咱们呢。侯亮平之所以说出这种政治觉悟极低的话，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就是认为谁官大就先听谁的，完全没有考虑到什么越级上报或把直属领导当回事会带来怎样恶劣的政治影响。高玉良书记是咱们政法系统的直属领导，咱们不能绕过他就直接跟沙书记越级汇报，这是官场的规矩，你知道吗？那您之前还不是因为你搞的这一出，打我都快气晕了，只想跟沙书记解释清楚情况，一时间没考虑到这。不提还好，一提起昌明就来气。算了，别废话了，先去高书记那，沙书记那边相信他冷静下来后也会想到这方面的。季昌明说的对，沙瑞金也是心态波动一时有点大，一时间也没考虑太多，就没拒绝他们这个不成熟的汇报请求了。这一幕也正好被刚出门准备看气候二人倒了霉的白秘书看到了，白秘书也没多嘴，只是如实的向沙瑞金汇报了一番。进来吧，老高在等你。上级收到，侯亮斌抓捕宋朝宇。季昌明准备越级向沙瑞金汇报的时候，高玉良及时发现，为了发泄心中不满，于是通知他们先和自己汇报。进来吧，老高在等你们。吴老师一反常态，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完了，高玉良书记肯定生气了。哪位？侯亮平刚想说老师是我，但很快就被旁边的季昌明拦了下来。报告高书记，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前来汇报工作。说完，季昌明看向了一旁的侯亮平，侯亮平自然知道季昌明看他的意思，所以他也开始有样学样的报告了起来。报告高书记，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前来汇报工作。书房的也没立马就给他们回应，无声的沉默似乎成了无声的敲打。进来吧。季昌明和侯亮平得令后如释重负，但他们进入书房后才知道，这敲打还远没结束。高书记，我们过来。不急，等我先看完这份文件再说。季昌明顿时脸色一僵，但又立马调整了过来。在这位省副第三面前，他不敢有什么意见。老师，侯亮平同志，工作的时候称职务，你现在连这点组织纪律和工作觉悟都没有了吗？这就是你带出来的下属干部？我看你这个检察长是越当越回去了，没点规矩。季昌明面对高玉良的训斥是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他知道高玉良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高书记，您说的对，是我这个分管上司对侯亮平同志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到位。话语完毕后，他又看了一眼旁边明显有些不服的侯亮平，没点眼力见吗？连这点形式都看不明白吗？还愣着干什么？快服软啊！侯亮平在接收到季昌明的眼神后，用着一副被迫营业的神情语气说道：高书记，是我唐突了。但高玉良对于侯亮平这看似服软的话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继续看向了手中的文件。好了，现在开始说实吧。侯亮平刚想开口发言汇报，高玉良就直接点名道：季昌明，你是检察长，你先说。高玉良的这句话直接就让侯亮平感觉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高书记，今天的这场行动是我们反贪局的同志们针对我们荆州市市发改委副主任宋朝宇展开的一场抓捕行动。在汉东国际机场里，我们成功在宋朝宇畏罪潜逃之前将他控制了起来。季昌明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瞬间就恢复了一些底气。荆州市的市发改委副主任宋朝宇。是的，高书记，这位市发改委的副主任，在过去几年里，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汇龙集团的实际控股人赵瑞龙大开方便之门。情况属实，证据链齐全吗？季昌明看了一眼侯亮平，而后者则是给了他一个十分自信的表情。高书记，证据齐全，接下来就由全程跟进这件事情的侯亮平局长向您汇报具体的细节情况吧。说吧。高书记，根据我们面前掌握的证据，这位是发改委的副主任宋朝宇，利用自己亲属的身份在香港的一家银行开户，并在3年前收受了一笔来历不明的巨额汇款。汇款人是赵瑞龙？这倒不是，赵瑞龙也没这么明目张胆。但针对这笔资金的来源，我们经过了详细的追查，最后发现这笔资金是从赵瑞龙的汇龙集团以正常支出的名头流出，再经由香港方面的几个中间账户汇入了宋朝宇以亲属名义开户的那个账号里的。动机是什么？3年前的一个政府工程，最后在一众竞标企业中，汇龙集团在自身没有任何突出优势的情况下成功中标。其实侯亮平还真就说对了，不过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但侯亮平没说对另一半。宋朝宇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人家没收钱呀。至于那笔巨额汇款，那只是赵瑞龙通过在香港的人脉关系做的障眼法罢了。不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没教好你，而是作为学生的你还得练。
高玉良这个直属领导汇报完毕了，而去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的事情，刚才出门前也象征性的征求并得到了高玉良的同意。怎么样，玉良？高玉良面对吴老师的问询，直接就给出了他对自己这位弟子的评价。有些人学不会那套弯弯绕绕，在官场上横冲直撞，只会打冲锋。这样的人，要么是有实力可以无视那些弯弯绕绕，直接就趟直了往前走，无需顾忌；要么就是情商太低，不会保护自己，到头来是没做成，反而是把自己给搭了进去。吴老师看到高玉良又开始了他擅长的辩证法，也饶有兴趣地跟高玉良讨论了起来。哦，那你是不喜欢这类人了？相比于这类人，我更认同像张居正那样先保身再做事的人。高玉良书记那边汇报完毕了吗？沙书记、高书记那边我们已经汇报完毕了，并且我们来您这边的事，刚刚也和高书记通过气了。这季昌明还是懂事的，没让自己为难。随即，侯继二人轮番上阵，将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沙瑞金。听完详细过程，沙瑞金陷入了沉思当中。听起来是个重大突破，但这个过程会不会也太顺利了？你们刚才在高玉良书记家里汇报工作的时候，高书记有没有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沙瑞金的这话就是在问高玉良是什么反应。姬昌明秒懂，所以十分含蓄地回答道：沙书记、高书记在听取汇报时，大体上还是和平常一样，不过嘛，在细微处有些异于平常。可能高书记这个点还要听你们汇报工作，有些累了，这也正常。侯亮平听了个无语，其实大概意思他都懂，但这表达方式实在不适合他这种正直无私的正义化身呀。是，沙书记说的对，是我们这些当下属的给你们这些领导添麻烦了。不仅是高书记辛苦了，沙书记您也辛苦了。季昌明同志、侯亮平同志，现在我作为省委书记，正式代表省委表个态，对于这件贪腐案件，一定要办成铁案。我还是那句话，汉东省的反贪工作，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此时的姬昌明已经开始从口袋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而一旁的侯亮平就没有这个觉悟了。沙书记，您放心，有您和省委的大力支持，我们省检察院有信心，也有能力打赢这场反腐攻坚战。季昌明同志，只要我们的同志都能有你这样的觉悟，就没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吗？说完，沙瑞金转头看向了迟迟都未表态的侯亮平。你这种觉悟确定是来混官场的？他大手一挥，赵瑞龙就被相关人员带上了银手镯一副。上期说到，季昌明和侯亮平给高玉良汇报完毕后，便去找沙瑞金汇报工作，但是侯亮平表现出的政治觉悟不高。你这种觉悟确定是来混官场的？侯亮平此时也感受到了沙瑞金的目光，所以也意识到自己得说点什么了。请沙书记放心，我们反贪局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人也才刚抓回来，你们就尽早回去落实吧。是，沙书记。就这样，这场汇报风云告一段落，而整个汉东官场确实炸了锅。但凡有点眼力见的都知道，这是沙家帮就上次省委常委会议失利后，对赵家和汉大帮发起的一场反冲锋。昨天下午，侯亮平已经跟老师和沙瑞金汇报完了工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我这位学弟也将凭借着他手中的证据，对你进行依法收押审讯。放心吧，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我能让他手里的那些个证据从头到尾全都再重新翻个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这位侯大局长从来汉东到现在还没栽过什么跟头呢。这有些时候没栽过跟头是好事，但如果一直都没怎么栽过跟头，那这跟头拖到最后来栽，怕是一栽就起不来了。赵瑞龙闻言也颇有感触，说道：是啊，尤其是你们走仕途的，前面总得吃点小亏长记性，不然后面容易缺乏警惕心，这越往后就摔得越疼。祁同伟作为仕途中人，对此深以为然，不过感触完毕后，得继续谈谈正事了。你们信不信，那侯亮平现在已经朝着山水集团这边直奔我而来了？信，怎么能不信呢？毕竟侯亮平在我们师兄弟中的绰号可是猴子，猴子就是猴急嘛。他们三人也没猜错，侯亮平此时此刻在吸取了一些程序上的教训后，正向着赵瑞龙赶来。赵局长，公安这边都准备就绪了吗？侯亮平同志，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可以确定赵瑞龙就在这山水集团里面。好的，赵局长，检察院和法院这边的手续也已经批下来了。这一次，咱们一定可以掀翻以赵瑞龙为首和其高度绑定的利益集团。赵东来对于侯亮平的话不置可否，不过侯亮平代表的检察院才是这次行动的主角，自己这边也只是过来打配合的，但是该有的场面话还是得说的。这次省委的沙书记和我们市委的李书记都对此高度重视，并都做出了重要指示。我相信这一次的反腐行动一定会完美成功。说完，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直奔山水集团入口。赵总，该你这个主角出场了。齐厅长在这个时候不适合出现在他们面前，所以可以开始回避了。高总，接下来就由你这个山水集团的负责人陪我一起演好这出表演吧。我这个负责人确实是应该出去配合一下我们的执法人员执法。高总，你先出去做样的，然后再在快顶不住的时候让他们进来，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赵瑞龙说完后，高小新就直接出去，开始进行今天的第一场戏份。侯局长、赵局长，你说你们来就来吗？还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干什么？我们山水集团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积极纳税的好企业，但现在搞了这么一出，我们还怎么正常营业呀？高总，你们山水集团是不是奉公守法的好企业？我们现在还下不了结论，但现在待在你们山水集团里面的一个人，我已经可以给他个人下个定论了。高小新继续他的表演，表现出有点惊讶。谁？侯局长，您到底在说什么呀？云里雾里的。高总，你不用这样明知故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所以还请配合我们执法。高小新继续故作挣扎，用着求情的语气说道：侯局长，我是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这样吧，我给齐厅长打个电话，让他跟您谈谈。高小新这时搬出祁同伟出来说情，完全符合他的关系人设，所以此刻的他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高总，用不着，这次我们公安部门这边也只是配合人家检察院行动，你找齐厅长没用，而且这是省委的沙书记和市委的李书记亲自指示的行动，如果你不想给齐厅长添麻烦的话，最好还是别打这个电话。赵东来这话的意思就差明说祁同伟来了不好使，相反，他要是敢管这事，他自己也得摊上事。既然如此，那我们山水集团配合你们执法部门执法。于是侯亮平和赵东来就这样通过了高小新这道阻碍，也成功进入了最后的抓捕环节。这么淡定，没尝试挣扎逃跑什么的吗？这难道就是愿赌服输的从容吗？来不及再感叹赵瑞龙的淡定了，侯亮平直接就以反贪局局长的身份宣布了对赵瑞龙的传唤收押令。赵瑞龙，你涉嫌贿赂政府官员、非法竞标政府工程等多项罪名，现在我代表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对你进行依法收押审讯，请你配合调查。我也没说我不配合调查，不过侯局长，你就这么吃定我了吗？反常，太反常了，就连赵东来都有些愣了神，这是被抓时该有的状态吗？赵瑞龙，有什么话等你到了反贪局再说吧，希望到了那里你还能这么淡定。潜意识里，他还是认为赵瑞龙这副淡定的样子是装出来的。我要见我的律师，我作为一名公民，有权利进行依法维权。无所谓，到了那里你也有权利见律师，不过我相信这只会是无用功。说完，他大手一挥，赵瑞龙就被相关人员带上了银手镯一副。待到这些执法人员都撤离了之后，刚才回避的祁同伟和回来的高小新又聚在了一起。最后一步到位了，接下来反攻的号角也该吹响了。是啊，厅长，他们那套3板斧打完了，现在也该轮到咱们了。老实，赵瑞龙这边已经被侯亮平他们给带走了，一切顺利，这钩他们是彻底咬死了。同伟，一切按计划进行，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好的，老实。双方默契地挂断了电话，然后祁同伟又立马衔接上了肖成的电话号码。喂，肖厅长吗？是我，祁厅长。肖厅长，刚才山水集团这边发生了一起公检法联合执法的行动，声势浩大呀。我也注意到了，不过现在结束了吗？是的，赵瑞龙赵总已经被侯亮平带走调查了，看来我这位师弟是在犯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电话那边的肖成听到祁同伟的话后哑然一笑，可以，只要能发现我们干部的错误，那么我们的组织就绝对会对其进行依法纠错，帮他重新改造。没错，我这位学弟平时最相信组织了，相信他接下来也会积极配合组织对他的改造工作。祁厅长，抓紧时间呀，这早1分钟给这位反贪局局长纠正过来，他就少犯1分钟的错误。是的，他可是我的同门师弟，挚爱手足，我一定会100倍上心的。侯亮平啊，侯亮平，别怪师兄不顾及师门之。那好，程君子，我现在还有事在身，咱们就不多聊了。可以，正好我手里也还有事。赵局长，慢走不送。说完，两人谁也没再理谁，结束了这场偶遇。上集说到，侯亮平上钩，进入山水庄园把赵瑞龙带走。赵瑞龙在带走的过程中，表现出十分淡定，这反常的行为，侯亮平竟然没有察觉。是时候该和赵东来见一面了。肖厅长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至于他为什么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肖成的官方用号，赵东来表示连几串电话号码都记不住，那在官场上也就别混了。这是省厅那位肖厅长的电话。我操！侯亮平皱了一下眉头，这位肖家在汉东的变数，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干什么？祁同伟的招呼赵东来都不怎么听，他打电话过来不知道也会是自讨没趣吗？喂，肖厅长，你有什么指示吗？指示倒没有，
但刚刚听说你们市局在山水集团出了一次警，我想着自己这也刚刚上任，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和你就着这事聊一聊工作，熟络熟络。萧成没有直接说让赵东来去汇报工作，只是说趁着这个机会聊一聊工作，这已经很给赵东来面子了，所以赵东来也不好意思拒绝。好的，萧厅长，等这边的事情结束后，我来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好，我今天下班之前都会在省厅，不急的。接着双方又客套了几句，然后就结束了通话。这位萧厅长是什么意思？把你叫到省厅去干什么？有什么意义？赵东来摇摇头，他现在也是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猜不出萧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我不知道，但这件事还是要先向李书记汇报一下。喂，是李书记吗？是我。怎么样？行动一切顺利吗？一切顺利，赵瑞龙已经被我们收押了，但……怎么了？是祁同伟给你打电话了，还是说高玉良书记给你打电话了？李达康这么想实属正常，毕竟有人脉的人被抓后，基本上都会有打电话过来打招呼的，这都快成必然事件了。李书记打电话的不是祁厅长，也不是高书记，而是那位新上任的萧厅长。当电话那边的赵东来说出萧厅长3个字时，李达康也像之前的赵东来和侯亮平一样愣住了。萧厅长给你打的电话？是的，他叫我今天去省厅聊一下工作。电话那头的李大康沉默了一下，然后才出声道：他也是你们市局的上级部门领导，该去还是得去的，不过你得谨慎点。好的，李书记，我会谨慎的。得到李大康的首肯，赵东来才吃下了定心丸。侯局长，人押到你们省检察院，也就没我们公安这边的什么事了。等下移交完毕后，我就得去应付那位省厅的萧厅长了。侯亮平微微点头，他也说不了什么，而且也没这个分量来说什么。进来。厅长，市局的赵东来赵局长到楼下了。你去楼下迎一下吧。好的，厅长。很快，周锡林接到赵东来，并带领着来到萧成的办公室。赵局长，坐，别客气。看着眼前笑盈盈的萧成，赵东来更加搞不懂萧成今天的用意了。就这样，两人直接就中规中矩的真的聊了快1个小时的工作问题。专门把自己叫过来，就真的只是为了例行公事，过问一下今天的事情，以及聊一聊工作的事，我都做好被你各种威逼利诱的准备了。听说我们省厅的办公室副主任程度程主任跟这位赵局长闹过一些不愉快。是的，厅长，程主任当时还是公安局下辖的光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市委的李书记就直接发话说要把程主任踢出公安队伍。当时程主任就是在赵东来局长手里脱掉的警服，差点还被打发到区信访办当个什么副主任，最后还是我们省厅的祁厅长出面，才把程主任调到咱们省厅来做办，公示副主任的。要放平时周锡林是不敢这么大胆的说起程主任的这段遭遇，而萧成闻言后若有所思。看来这位李书记和赵局长很会整人嘛。一旁的秘书周锡林在听到自家领导的这番话后，也不敢接话。哎呦，这不是市局的赵东来赵大局长吗？今个怎么有空来我们省厅坐坐了？面对程度这阴阳调和的招呼话语，赵东来眉头一皱。市局有事要来省厅，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吗？怎么，这个现在也需要事先和省厅办公室报备吗？这个倒不必，但赵局长，您好歹也是我的前领导，您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好接待您吗？这个没必要。程度，你既然是我手里走出去的干部，到了省厅就给我好好干，可不能给我们市局丢面呀。此时的程度被这么一说，脸色一僵，成了这场阴阳局里率先失态的那一方。程度，我知道你在我这里脱掉过一次警服，心里可能还记恨着我，但现在在这大庭广众之下闹下去，对你对我都没什么好处，更何况这还是在你的工作单位，这对你的影响只会比对我的更大。说完，赵东来指了指周围，好像在说别让人看了笑话。赵局长，你这就说笑了。什么叫我记恨您？您可不能以小人之心夺我这君子之腹。我也是难得再看到您这位老领导，这不就过来跟您聊几句吗？听到程度说出他以小人之心夺其君子之腹这话，赵东来也是气笑了。谁信？那好，程君子，我现在还有事在身，咱们就不多聊了。可以，正好我手里也还有事。赵局长，慢走不送。说完，两人谁也没再理谁，结束了这场偶遇。萧城办公室内，赵东来和程构碰面发生的事情，周锡林正在和萧城如实的汇报着。你是说程主任和赵东来刚刚在楼下碰见了？是的，双方是在赵东来局长快离开的时候碰见的，不过他们都很客气。这样，你去把程主任叫过来一趟。好的，领导。来的路上，程构通过之前交好周锡林的关系，成功知道了萧城叫自己过来是因为刚才楼下的事。厅长，您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吩咐吗？
明知故问，那也是最普遍适用的开场白。不是什么吩咐，别紧张，这次找你过来就是聊聊心，唠唠嗑。程主任之前是在市局系统内工作的吧？是的，肖厅长，我之前是在光明区公安分局当局长。刚才和赵东来局长这位老上司遇见了。程度脸色微微有些不正常，但还是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回话道：“是的，厅长。”程主任，听说你当初被这位赵东来局长整过。厅长，是有这回事，但这已经不是说简单的整不整我的事了，人家当初是想把我往死里搞呀。程度顿时就有些失态，激动了起来。没事，慢慢说，别激动。这时程度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向萧成致歉道：“对不起，厅长，是我失态了。”没事，可以理解。接着往下说。具体情况想必您也知道了，但我想说的是，做错了事我认罚，但也不代表我能接受李达康和赵东来这样整我。他们想把我给直接调到区信访办当个什么副主任，您说这是处罚吗？这完全就是羞辱，好吧？也许我说这话可能带了点个人主观情绪，但被李达康他们这样搞的也不止我一个。是吗？还有谁？原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上集说到，赵东来找萧成汇报工作的时候，偶遇程度，两人展开一番阴阳画面，最终程度败下阵来。是吗？还有谁？原光明区区长孙连成。经程度这么一说，萧成也有点印象了，他也听秘书周锡林讲过这事。是那位被打发到市少年宫看星星的原光明区区长吗？是的，厅长，这位孙区长也是撞到李达康枪口上了，专门开了长揽正干部培训班，还进行了全程直播。说到这里，程度直接就把自己内心的看法说了出来。萧厅长，别的不说，我就想说一句，如果不是当初这事引起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注意，他还会开这场会吗？早不开，晚不开，偏偏要等到那个时候开。要我看，这无非就是为了政治作秀，开给关注这事的省委书记沙瑞金看的。程度这话其实已经十分露骨了，连作秀这种词都说了出来。哎，程主任，这不利于团结的话，千万不能说。这事也就是在厅长您面前，我才说了几句真心话，别人面前我是不会这么说的。萧成对此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示意程度接着往下说。当初这光明区去信访办的窗口问题，您也许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还是知道点内情的。但问题是，光明区的财政上拿不出钱呀，钱都被原荆州市副市长兼光明区区委书记丁义珍给霍霍完了，所以这孙连成也是接手了这么个烂摊子。要钱没钱，但挨批还得是他来担着。这么说来，这位孙区长还真是个背锅的。可不是吗？他李达康要是真想整改，为什么在明知道光明区财政吃紧拿不出钱的情况下，不向市财政下令拨款支持？说白了，他李达康不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这件事从头到尾，也就这位孙区长真正的为人民群众掏了60块钱，安排了4条主凳。这是典型的发生问题先不解决问题，而是先找个人来担责，再把他当作产生问题的人来解决掉。这担事的人是解决了，可这问题却没能及时解决。萧厅长，你这话很深刻呀。萧成表示，我也觉得自己这话挺深刻的，没毛病。而萧成也没忘记自己对程度的关怀任务。程主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够及时纠正这股不良风气的。厅长，我绝对相信组织，就像当初要是没有齐厅长作为省公安厅厅长，代表公安组织为我出了刺头，做了回主的话，我现在可能就真的被他们给踢到区信访办当那什么副主任去了。这就对了嘛，程主任，我们的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组织，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就这样，萧成的领导关怀技能释放完毕。宋朝宇，我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顽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正式开始了。好的，侯局长。宋朝宇，我们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你跟汇龙集团董事长赵瑞龙之间的关系。关系？什么关系？这就是政府官员和普通企业家的关系吗？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我问你，当初的政府招标工程，赵瑞龙的汇龙集团是怎么中标的？怎么中标的？那肯定是通过合法手段公平公正公开的参加竞标，然后再中标的呀。我问的是，汇龙集团为什么能在一众竞标企业中脱颖而出？据我所知，当时赵瑞龙的汇龙集团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优势存在。侯局长，你这话就不对了。侯亮平一脸疑惑，但同时他也很好奇宋朝宇能说出个什么话来。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是不对，侯局长，你说汇龙集团不具备突出优势的说法，
大错特错！现在我想问问你，汇龙集团承接的业务中哪种最多？侯亮平不假思索道：政府工程。既然是政府工程，那您猜那么多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把工程项目交给汇龙集团？他爹呀，原汉东省省委书记赵立春是他爹呀，可这话又不兴说，毕竟赵立春好歹也是那个级别的干部了。但是这种话侯亮平肯定不会说出来，这开着记录仪呢，必须得避讳一下。从现在开始，我对你们用来指控我的那些所谓证据提出异议，我要见我的律师。说完，宋朝宇就开始拒绝回答相关问题了。面对侯亮平接下来的一系列自我辩证，选择了无视。看来一时半会是拿不下宋朝宇了，那就只能尝试着去会会赵瑞龙，从赵瑞龙的身上找突破口。赵瑞龙，你应该清楚，如果我们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老实交代你的行贿事实，这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还是那句话，我要见我的律师。你们这是在栽赃陷害，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赵瑞龙此时确实被逗笑了。侯局长，你们是不是从头到尾就只会说这几句话？我说了，我要先见我的律师。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哪怕我是你们口中的犯罪嫌疑人，我也拥有这项合法权利。可以，但我认为这只会是无用功。我不要你以为，我只要我以为。侯亮平顿时就被气到了，这到底是谁在审谁？他们都说要见律师吗？季检察长，我看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罢了，无非就是想拖延点时间，让外面的人来捞他们。侯亮平这话确实是没什么毛病，这种情况下，进来的人一般都会心存幻想，想等别人来捞自己，但他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季检察长，那要不要安排他们和他们的律师见一面？等他们早点见完律师，也就没什么借口再不配合审讯了。毕竟对方也不是没背景的人，该拥有的申诉权自己也不能给无视掉，不然容易被人给做了文章。可以，那就尽快安排他们和他们的律师见面，堵住他们的嘴。是，季检察长。高玉良也开始了他这边的动作，毕竟这件事也该他这个政法委书记发力了。喂，我是省委高玉良。高书记您好，我是省人民法院的贺韩文。韩文同志，你来省委给我汇报一下工作吧。好的，高书记，我马上到。领导找下属过来就是这样，一句话告诉你，来汇报一下工作。上期说到，侯亮平审讯赵瑞龙和宋朝宇，但是两个人守口如瓶，侯亮平从他们两个人身上一无所获，高玉良开始要出手了。喂，我是省委高玉良。高书记你好，我是省人民法院的贺韩文。韩文同志，你来省委给我汇报一下工作吧。好的，高书记，我马上到。很快，汉东省人民法院的院长贺韩文就来到了省委大楼的高玉良办公室。高书记，我来了。韩文同志，请坐。贺韩文也没过多推辞，跟了高书记这么多年，也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客套。高书记，您请指示，我听从政法委的领导和指挥。韩文同志，指示谈不上，不过我想听听你对于今天荆州市发生的这场联合执法行动的看法。贺韩文知道，这是该自己表态站队的时候了。没什么看法，我一切听从政法委的指挥，紧跟组织步伐。政法委书记就是高玉良，你猜他说听从政法委指挥，是听谁指挥？这位贺韩文同志的思想觉悟很高吗？可以，韩文同志，我们的同志要都有你这个觉悟，那我这政法工作就好展开多了。不过这想法还是该提就提嘛，组织也是需要考虑一下下面同志的想法的。好的，高书记，我觉得这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太过草率，当然也不是说不对，只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你说的很对，这个政治影响方面的考虑确实是不够，毕竟这是牵扯到了赵立春老书记的公子，搞得这么声势浩大，影响不好。而且这一次的行动可能存在误判。误判？是的，这宋朝宇的家属已经就此事写了检举信到我们政法委，说是我们的执法干部冤枉了宋朝宇，并且他们有证据证明宋朝宇的清白。贺韩文突然想到了什么，低头思考的他突然看向了高玉良。原来如此，高书记，这高书记不愧是官场上久经考验的老战士。韩文同志，我这位学生侯亮平恐怕是真的犯错误了。说完，高玉良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可惜之情，而是一脸平静。现在当事人家属已经在检举信中言明，他们要起诉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侯亮平伪造证据陷害当事人。当然按照程序惯例，这是要先在省检察院申诉，然后才能在法院起诉。但是事情特殊，我想直接交给你们省人民法院受理，跳过向省检察院申诉的环节，直接对此事的主要负责人侯亮平进行起诉。贺韩文一听这话，顿时就精神了起来，讲法他在行呀。高书记，这个完全可以，而且这也算不上什么特事特办。不错，记住
一切要依法办事，一定要将事情判出一个公道来。高书记，您放心，汉东省人民法院永远听从您和政法委的领导和指挥，一切都会依法办事。第二天，在宋朝宇和赵瑞龙享受合法权利，被安排见完律师后，汉东省人民法院无缝衔接的正式受理了双方指控侯亮平伪造罪证陷害当事人的刑事自诉。季检察长，怎么了？你能找关系调回京都就赶紧回京都吧。不，你现在应该是走不了了。这样，你如果能让京都那边的关系拉你一把的话，就赶紧联系吧。赶紧走，走不了了，找人拉自己一把。面对季昌明这些无厘头的话语，侯亮平的直觉告诉他出大事了。季检察长，到底发生什么了？您这也得先说明白呀。你老实，开始清理门户了。清理门户。侯亮平此时根据季昌明从头到尾的一系列态度，也知道这是在说自己。你现在已经被赵瑞龙和宋朝宇的委托代理人起诉了，汉东省人民法院就在刚刚不久就直接受理了他们的刑事自诉。自己被起诉了，这赵瑞龙和宋朝宇在今天上午才见完律师的好吗？这省人民法院都不带过夜的，直接就给受理了。季检察长，他们起诉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指控你伪造罪证，对赵瑞龙和宋朝宇实行栽赃陷害。听到这话，侯亮明只感觉自己是被高玉良他们故意抹黑攻击了，但接下来季昌明的话直接就给他泼了盆冷水。到现在为止你还不清楚吗？这就是个局，针对你侯亮平设的一个局。你现在再仔细想想，宋朝宇这条突破口分明就是人家抛出来的，还有那些罪证，为的就是要你这个反贪局局长上钩。高玉良是你的老师，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如果不是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手中的证据是假的，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迅速的出手吗？经过季昌明的这一番点拨，原本还以为是自己老师高玉良狗急跳墙的侯亮平，才真正的搞清楚了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季检察长，那我该怎么办？直到这话说出口，侯亮平才反应过来，季昌明刚刚在他进来后说的第一句，就是教他怎么设法自救。季检察长，我现在真的到了只能从京都那边想办法的地步了吗？季昌明看着眼前已经方寸大乱的侯亮平，不禁摇了摇头。没错，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往京都那边想办法了。你的这位老师现在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要你命的那种状态。他肯定有充足的把握将你拿下，而现在省委的沙瑞金书记又失去了对于常委会的掌控，恐怕是保不住你了。所以你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往京都那边想想办法了。季昌明分析得十分透彻，侯亮平也意识到这可能真是自己目前为止唯一的希望了。想到这，侯亮平也来不及再和季昌明多说了。季检察长，既然如此，那我就赶紧先去联系了。面对相比之前已经如此失态的侯亮平，季昌明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希望你能躲过这一劫吧。不过说实话，你实在是不适合混官场，更别说参与这种政治斗争了。喂，亮平，怎么了？这个点给我打电话，这不是还没下班吗？钟小爱知道侯亮平一般在工作的时候不会打电话给自己，通常都是在下班后才会打电话跟他说话。小爱，我这边遇到事了。出什么事了？你先别慌。钟小爱一边问询一边安抚，而侯亮平在短暂的思考挣扎后，还是决定做一个他人生中一直违背祖宗的决定，再吃一次软饭。小爱，现在我在汉东被一些人给陷害了，他们现在这架势估计是朝着我的脑袋来的。侯亮平将季昌明告诉他的情况，结合自己对于形势的判断，告诉了钟小爱。当初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就让你回京都，免得被人做了文章。结果你说你不想错过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那好，我答应你。但你当时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你会小心的，有事也会和我打电话商量。结果现在呢，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说你做到了哪一点？此时的钟小爱是怒火中烧，俨然在用一副领导训下属的语气教训着这个无能的丈夫。小爱，对不起，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支持和期望。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你也不再支持我，我应该很难迈过这个坎了。侯亮平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什么叫大丈夫，既然能屈一时，就能一直往下屈。这件事我要先禀报给。上集说到，高玉良找贺涵文谈话后，第二天侯亮平被举报，季昌明贴心的为侯亮平拿主意，最终侯亮平还是选择找钟小爱帮忙。这件事我要先禀报给父亲。但侯亮平却是心中一紧，他知道这是必须的，不过现在能保命还是得先保命。可以，小爱，你一定要在父亲那里多帮我说情。我尽量。当天晚上离开单位后的钟小爱没有回他和侯亮平的那个家，而是直接来到了京都内环里的一处四合院。父亲，这是先一步知道了侯亮平的事吗？父亲。钟正国挥了挥手，打断了钟小爱的话。
你不用说了，事情我都知道了。哎，你说你当初怎么就看上他了？只是这官场上还缺有新人吗？他好歹也在官场待了这么些年，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吗？萧家的人才刚到汉东多久，他就被人给套住了。面对自己父亲一脸嫌弃地评价自己的这位丈夫，钟小爱心中复杂不已，但是她还是要争取一下的。父亲，事已至此，就算您想骂他，也得等把他捞出来后才能骂得到了，不然他恐怕是走不出汉东了。眼见自己女儿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成与不成不要紧，但他这个当父亲的，总归得有个态度。时局危难至此，小爱呀，爸尽力吧。看着眼前早已没了意气风发且尽显苍老姿态的父亲，钟小爱只感觉他对权力的利弊又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父亲，我想去汉东，我想亲自过去看着一点。你去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的汉东就是个是非之地，能待在京都你就尽量待在京都吧。钟小爱闻言却并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她继续坚持道：父亲，我总归是要去看看的。见女儿如此坚持，钟正国也不再否决，而是叮嘱道：你去可以，但你得先去见一下沙瑞金，毕竟他还是汉东省的省委书记，有他看着你点，我也能放心一点。是，父亲。第二天清晨，在侯亮平才刚刚被起诉，还没有被法院传唤之前，钟小爱就来到了汉东。沙书记，那位钟主任来了，不过怎么支支吾吾的？钟主任是带着反贪局的侯局长一起来的。现在这种特殊时期，钟小爱带着已经成为被告人的侯亮平过来干什么？还考不考虑这政治影响了？这个时候，侯亮平不适合到我这里来，被其他常委看到了，这影响不好。沙瑞金对着白秘书说这话，就是在暗示白秘书，你这个秘书该干活了，领导不方便做的事，该你来做了。白秘书显然也领会到了沙瑞金的意思。沙书记，那我去问问。好，你去应付一下。钟主任，你好。说完，白秘书又故作惊异地看着侯亮平，说道：侯局长，你也来了。面对白秘书的这句话，侯亮平根本就没领会到这层话中的意思，但这并不代表一旁的钟小爱听不出白秘书这故作疑问的意思。是的，白秘书，我也过来跟沙书记汇报一下工作。他是真没听出来吗？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钟小爱也是被侯亮平的这番低情商发言给整愣了。不是，你到汉东来是真没学到一点官场上的弯弯绕绕呀。无奈，钟小爱只能自己出言化解尴尬。白秘书，亮平开车送我过来的，如果沙书记不方便的话，我就让他在省委大院外等我。正是沙瑞金书记不想见自己啊。白秘书，小爱说的没错，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等一等也可以，这工作汇报也不是很急。现在的他也只能自己给自己个台阶下，不然他就真下不来了。行，我会跟沙书记说一声的。侯局长，改天沙书记方便的话，你再过来汇报。在白秘书的带领下，钟小爱很快就见到了现在还是汉东省省委书记的沙瑞金。小爱啊，你来了。沙书记，我还是得来一趟。沙瑞金看着眼前这户独子的钟小爱，不禁感慨：侯亮平的牙口是真好，这种上家的软糯白米饭让他给吃着了。来就来吧，老领导打过电话给我了。沙书记，您是省委书记，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沙瑞金看着眼前还抱有幻想的钟小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到外面的2号别院和3号别院了吗？他们现在都盯着我呢。如果对手只是一个高玉良，那我咬咬牙，付出点代价，还能操作一下。但问题是，现在多了一个门生故里满汉东的老省长呀。说完，沙瑞金又继续分析起来局势。我刚来汉东，就算之前仗着刘省长明哲保身，高玉良举棋不定，收服了一些赵家的原班人马，但我能够在顺风的时候收服他们，也能在逆风时也被他们来一刀。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沙瑞金说的是实话，这些人顺风还能用用，但逆风时他就得防着。说到底还是他的根基太浅薄了。沙书记，时局危难至此，我们总归还是得试试的，不然那就是真没希望了。沙瑞金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难呀。是我还是会试的，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钟小爱出来后，早已在省委大院外等候多时的侯亮平立马就开车入院，接钟小爱上车。上车后，钟小爱面无表情，既无喜色，也无哀色，但这对侯亮平来说，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停车。怎么了，小爱？但当他开始注意到现在所在的位置时，他好像明白了钟小爱的意思。3号别院的主人正是他的老师高玉良。亮平，如果你现在跟你老师低头认个错，你觉得他会高抬贵手吗？钟小爱其实清楚，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现在没多少办法的他，还是想看看这师生之间的香火情能不能起作用。小爱，我觉得应该可以试一试。侯亮平是觉得有可行性的，而钟小爱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于是带着2种不同态度的夫妻，奔着同一个决定行动了起来。
玉良，看来他们是想来见你一面。看来这位钟主任是来兴师问罪来了。要放之前，如果钟小爱来这里，高玉良还真的认真对待，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形下，是不敢带着兴师问罪的态度来找自己的。玉良，要放他们进来吗？让钟小爱进来吧。至于侯亮平，他现在是被告人，我既是政法委书记，又是他的老师，跟他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影响不好。说白了，高玉良就是不想见侯亮平，因为对于这个学生，他是真的仁至义尽了，现在来求情，完了。小爱，你怎么来了？这在京都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来汉东了？吴老师献上了与白秘书同款的无视，直接把侯亮平晾在了一边。侯亮平这次就很识趣的主动提出在外面等钟小爱。玉良，小爱来了。